大家好，我是数码狂人。这期我们来看一台 7P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压的比较弯的机器，已经弯的比较厉害。我们看一下客户的描述：手机 7P 有锁板，被压弯，想要数据，如果能修好更好，手机卡在里面取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台压弯的一台7 Plus。我们可以看到主板的这个位置已经弯得很厉害，正好在卡槽的这个位置。那么这台机器想要数据的话，这要看一下 CPU 这边有没有问题，因为卡槽的下面正好是硬盘，如果硬盘损坏或者是 CPU 损坏的话，那么数据的话是不能找回的。那么修好的话，这机器一般的话是不太现实的，因为屏、壳、主板、电池都有问题，也没有什么价值去维修。那么主要看一下能不能找回数据。我们来先拆开看一下硬盘和 CPU 有没有问题。如果硬盘和 CPU 有问题，那么资料将不能找回，只能看云端有没有存储。如果在云端有存储，那么可以从云端备份；如果云端没有的话，那么就目前是没有办法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主要弯的位置是在卡槽的这个位置，硬盘的上面 ，CPU 的下面 ，CPU 在这个位置。CPU 的话估计问题不大，主要是看硬盘。我们可以看到最严重的部位就是基带部分，这一部分刚好像基带的硬盘它是横着装，如果是竖着装的话，那么上半部分可能就会损坏。那么先给它拆硬盘下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主要的芯片已经取下来，硬盘、CPU、基带 CPU，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掉点，有没有变形或者是断裂的地方。硬盘这边只掉了一个 D 点，这边是不影响。好，3个芯片从外观上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主要的是在哪里呢？主要的是一个 CPU 上盖有没有问题，或者硬盘本身有没有问题。我们可以先读一下硬盘，然后把 CPU 除胶以后，我们先测一下上盖供电有没有短路。如果没有短路的话，我们可以找一块底板给它装上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测了2组 CPU 上盖供电都没有短路，那么应该上盖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主要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。好，硬盘可以读得出 128G 美版的。好，既然硬盘和 CPU 这边我们初步测量都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直接给它找一块主板给它装上去。
比较暗，因为我们没有安装亮度感应器，把亮度给调亮一点。这里可以提示无 SIM 卡，那么机器基带也是正常的。这是一块美版128G 的机器，试一下指纹，指纹也是可以用的。因为 WiFi 我们这边还没有解绑，所以 WiFi 是打不开。等一下硬盘拆下，重新解绑 WiFi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台重摔的机器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保资料的整个过程。机器的话，其他地方摔坏都无所谓，比如说外壳、电池、液晶屏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主要的部件、硬盘和 CPU 没有问题，那么资料都可以保得住。这台机器如果客户想修的话，换的东西是比较多的，整个后壳总成和液晶屏都需要更换，包括摄像头不一定是好的，因为这种重摔的话一般都会损坏。那么这边的话，资料的话现在已经保住，那么其他的部分要不要维修，那么我们需要联系一下客户。另外手机的话，如果是资料比较重要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经常备份重要的资料，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传送的一些账本，或者是备忘录里面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尽量的话要去备份一下。还有一些重要的照片，有很多朋友都是机器损坏以后再去花高价去恢复资料，所以的话，平时我们养成自动备份重要资料的习惯。如果机器损坏的话，也不用花高价去维修。另外的话，也可以开通苹果的云端，把云端的内存给它增加一下。每一个苹果用户只要有注册有苹果的 ID， 那么苹果在服务器上都有5G 的存储空间。因为5G 的存储空间很有限，它需要先预留出来一部分备份我们的通讯录、还有备忘录、提醒事项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因为它占的比例比较小，重要的话还是照片，因为现在的机器容量都比较大，5G 的云端存储是远远不够我们手机上的这些照片来备份的。所以的话，建议大家重要的资料还是要定期备份。好，那么今天这台恢复资料7P，那我们就录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。